大家好，那我们来开始学习这个量子的一个基础的线性代数。那因为线性代数是这个各位学习这个量子电脑那量子计算跟量子资讯种种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数学这样。好，那在写这个字书的话，整个的一个代数的话，都必须先从了解什么叫代数系统。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那虽然是有点抽象，那我尽量想办法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让各位可以很容易这个进入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这个量子计算、量子电脑的这个新领域。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What is a field？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名词出现呢？原因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大概会用几个情境跟各位做说明。在我的正前方有一个这个手写萤幕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个手电黑黑的，你就忍受一下。我试着把它调掉，那因为镜头的关系我这调不掉。那还有我这一个要准备一杯咖啡来跟着我这一个这个刻苦这个努力。我这边还有一些书那让各位感觉有一点气氛的经营这样。好，那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研究这一个这个线性代数开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V 什么 is a vector space 就 V 是一个向量空间。那我这边用手写研究是让各位有足够时间可以消化。Over a field， over 中文的换成叫布于某一个体 F。我记得大一在修这个线性代数的时候就一头雾水。明明是向量空间，怎么会布于一个 field F？ 那 field 是打棒球的外野吗？好像也不是。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就变成当初这一头雾水。那课本又有一些简单的附录，还是看不太懂。所以我要想办法在这前面的一点时间呢，跟各位讲清楚说明白，要不然后面在学习的时候，你头壳都会一直受困于这一个的一个不了解。好，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向量空间也就是说你要学线性代数的话，它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main issue 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一个issue 就是我们主题，有没有？我们 main issue 那什么事情呢？我们必须要先study 这个 to learn 就是说你必须先来学习先来学习这样。那我尽量用这样手写让各位可以 follow， 因为这个数学这个你可以看到好多的网站都是用这种方法。那我用这样来讲解，你们会头壳会比较容易的跟得上。那这个 field 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原因就是说but 呢what 怎么样呢it's a field， 到底什么是一个 field 呢？点点点，我们这个有点惊叹，搞不清楚有没有？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先从这边，现在从这个入门。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非常具有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代数系统。所以你看 algebraic system， 所以我这边就出现了好几个名词，有没有看出来？出现好几个名词，那我们的大标题就是这一节就先来了解什么叫代数系统这样。所以原则上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亮点就是说我们后面一定要学会什么叫向量空间。那向量空间的话，它又讲说它有一个 field。那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说辞，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代数系统这样。好，那什么叫代数系统呢？这个记得我当初在修这个资料结构的时候，读资料结构的时候，发现一开始读不懂。当有一天了解说它跟代数系统就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孪生的一个 idea 的时候，突然豁然开通。因为我是数学系，先读了这一个很多抽象代数，那再来 study 这个资料结构，那发现就是说一悟通以后，整个天下这一个道理都是一条通，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因此呢，我就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一个代数系统。一个 algebraic system，一个代数系统是什么东西呢？它是 consists of 组成 consists of 组成呢？什么组成呢？有一个集合跟怎么样 and 一大堆
several 一大堆的那个 binary operation。 哇，那什么叫做 binary operation 呢？它叫做二元运算，二元运算中文把它换成二元运算这样哈。那如果说你们这一个我们在收播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讲义放给你们嘿。如果说你们有讲义拿到以后，你可以拿出一支 iPad Pro 啦，或什么样手写的，就可以在你的 PDF 上面把那个我讲的中文把它写上去。我尽量不要再写中文了哈，因为我们要推 EMI 这个我们国家在2030年呢，希望大家有双译的能力嘿。好，就是这一些二元运算，它会运算在一个共同的集合上面 ，which operate on 一个集合 S。那所以呢，我们在系统的写法，很多课本就是说你们以后修到很多课本都会这么写法，都会这样拍拍做吃果果，有没有？就是有一个集合 S， 一个集合把它写在前面，那它是有一大堆元素所形成的集合，有没有看到？这个一般都会这么写法，这个很系统的写法。然后呢，有一大堆怎么样呢？一大堆的那个 binary operation。那有些人把它讲作 binary operators 也可以的，但是 operation 是在代数课本里面它的写法是用比较标准的写法，它二元运算所以呢强调一遍 S 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大堆 elements 所形成。那用 computer people 来讲的话，它很可能就是一大堆物件所形成的一个集合。那这个没有关系，以后再说了这原则上就用比较数学的说辞，它叫元素 element 叫元素那这个中间的某一个这个 operation binary operation 它是一个集合跟一个集合，就 S 乘 S 映射到 S。那这个你就把它记一下，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函数它是一个函数，怎么样呢？从哪里呢？从 S 乘 S 映射到 S S 乘 S 映射到 S， 能看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看起来好像还算简单算简单可是很多同学可能对这些一开始会一头雾水这样，包括我们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学习所以我们这边有太多东西可以让各位来学到。所以当初我记得刚开始在学这代数系统的时候，就很多同学会很这个困扰，包括我也很困扰。那理论上为什么会这个东西出现？它要解决掉很多我们的问题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在以前考高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那个就说以前我们有公民与道德要考那种社会科那时候就会出现说，他们每一年都会出一道题目，类似的题目，就是给你一大堆一大堆群体就群体 A 群体 B 群体 C 群体 D， 请你判断哪一些群体它是社会，你就会一头雾水了那到底什么叫社会？什么叫社会？所以那时候就脑袋瓜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后来读了代数，再读了怎么样？读了这一个资料结构，豁然开通可是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学习历程跟你们说一下让你们开始对这个刚开始的抽象东西呢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因为所有抽象的问题都不是凭空而出，都是为了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所以呢 society 就是一个系统，社会就是一个系统那你看这边的定义有没有？他说 an organization 就是一个组织or association就是说组织这个 organization 跟 association 就是协会的或组织都可以 of person 就是说一大堆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一大堆有没有看 association 或者说 an organization of person， 就是很明显这什么意思？就是 a group 一群有没有？一群人复数 plural 有没有看出来？那他们怎么样呢？注意他们有一个结合在 associative 就是结合的意思结合在一起，就是说比如他们有什么参加社团的那个什么关系啦，那个什么什么种种的理念有没有？所以这一群人就是什么？他们就是一个 S， 一个 S 我们看出来。那 engage in 就是他们是参加或者说在融入有没有？common profession activity or
interest， 就他们可能会针对某一种职业的或共同的专长，那 activity 就共同的活动，或者说 interest 共同的兴趣，所以这一些你可以看出来有没有？这一些很明显的就是说共同，那共同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没有？他们在怎么样呢？在这 S 乘 S 里头，注意，因为这些符号我在这边没有再花时间跟你们再做一个详细解释，有没有？好，我这个把它写开一点点，我让你们更容易了解一下。它是属于怎么样 S 乘 S， 好，所以很明显这个就怎么样？这是某一个人。好，那我现在为了让你们可以更容易了解，有没有？所以呢，我就故意再把它拉到以前我当初在读书的时候自己脑袋瓜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 person A， 这个某一个人 A， 某个人 B 呢，他们是 co-related together。那 correlate 就是互相怎么样？互相有关联，互相有关系，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些英文单字，如果你有看不懂的话，在收播时可以马上搜寻一下这个查一下，因为这个英文一定要练习。所以一个社会很清楚，就是说有一群人，他们必须有共同的专长，或者共同的活动，或者共同的这个兴趣，把它结盟在一起。那共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开始怎样？我去找一些这个网站，因为当初想要找到我读国中的那个公民道德课本，找不到了，课本早就不知道被卖掉还是那现在找到可能要到那个国立编译馆那国立编译馆在和平东路那边和平东路那边有一个编译馆，那可不可以借到我不知道那所以我后来就在网络上去找，竟然全世界也可以看到有29个，有看到29个最佳的一个定义，有没有？定义这个什么叫社会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按照我上面的资料再往下去搜寻这样。那我就找几个来跟各位看一看他说第一个the totality of people 就是什么呢 regarded as forming a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群嘛 of the interdependent individuals。那 individual 是个体个别的一些 people 这样，那 interdependent 就是说互相有关联，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嘛这个 interdependent 就是互相有关联的一些个体。那他们干嘛呢他们是会形成一个什么 form a community。 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一些人有没有看出来？这一些人呢，他们是互相会影响influence 就是影响each other。 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在推 EMI 所以你们也一定要把英文给学好这个我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大学端的话，那高中端也是一样，很多在讲 EMI 就是英文当做一个教学媒体那我现在用中文来跟你解释已经是让步了，没有？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他们 interdependent 有一个 star 出现，就是一个运算 A 跟 B 运算变成 C。 你说刘教授你越讲越糊涂，没关系，待会我再来举个例子给你看就是 both behavior 两个人的 behavior 两个人的 behavior 看出来就是 both behaviors can 那因为 behavior 是不可数的，所以我就没有加 s 人可以影响另外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一个 behavior 可能影响到第三人都有可能因为它是 s 乘 s 映射到 s。 好，那你说这样不懂没关系，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假设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那他们这个手牵手在出去散步你看这个是 boy A，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是 girl B， 那你可以看出来那两个手牵手，请问你有一个 boy 是 C， 他很喜欢那个女生，结果看到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 A 这个手牵手，请问你会不会影响到 boy 是 C？ 会，他会怎么样？他是 is very disappoint， appoint 就是失望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你看出来？所以这个就变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有趣，所以整个 society 里面人跟人之间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那甚至也会影响到自己本身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社会是这样的一个麻烦。那收回来，毕竟我们是 computer， 要学这个quantum computer 跟 quantum computing、quantum information 种种的知识这样，所以还是要乖乖回来看。那当初我就这个在设计这套讲义的时候，我就去定义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来搞一个定义，用 Python， 这个我也都有跑过，这个是我跑出来的，把它印出来给你们看，很简单，你可以看到，我定义一个 star 1 AB， 就是 A 加 B， 那定义一个 star 2，就是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有没有？那再定义一个什么 star 3，就 A 的3方加 B 的3，好trivial，没问题。那把它印出来，那结果得到什么样？得到 A 加 B 等于6，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20，好，那 A 3方加 B 3方怎么样呢？等于72。很明显，我这里的 A 我是为什么进去？我为2，B 呢？我怎么样？我为4进去，这样。好，那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其实是因为我讲过说，其实早先不要讲过，我说这是我发现早先的很多都是数学系的专家，他们跑去搞 computer， 好像有一个叫 Knuth， 这非常有名的，网络上 K 到底有没有发音那他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那他就发展出这个资料结构种种的东西出来。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的那个很多早期的书，这样，所以几乎我们那个年代都要读他的书这样。所以你看呢，还是回来，你看，我的 N， 我的 S 呢，就是我的那个集合，就是所有自然数所成的集合。那我有个运算1，有没有？就是 A 加 B 啊。那我的运算2，有没有看到？它就什么呢 ？A 平方加上 B 平方啊。那我的运算3，有没有看到我的运算3？运算3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A 的3方加 B 3方。那非常制式的写法，毕竟你还是最后我们是科学人，所以很制式写法，你还是回到这个领域。那大家的写法，还是把它乖乖写成一个 N， 有3个 operator star 1 star 2跟 star 3。那他们呢就形成什么呢？他们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 algebraic system， 形成一个代数系统。哇，那形成一个代数系统，漂亮！代数系统有没有？它是一个代数系统，所以在这里就是跟各位再给一个亮灯，注意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写法，标准的写法，你看说这个亮灯非常重要，你可以把它拉到这边来，有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写法。好，那标准写法，可是在我们 computer people 里头的话，又会出现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好，没关系。好，我这边就有一些小符号在上面。好，那因为我这个符号上面就有点小 trouble， 没关系，看到就知道了。好，那这里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我就针对这个 star 2， 就是我刚刚走的这个star 2来做一个分析，有没有？做分析，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分析给各位看？因为各位去修技概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函数写法，因为一般我们都写成函数啦 ，f 啦 ，ab 啦，等于 a 加 b 啦。那我们抽象的我就把它写成 star。那课本里面就因为它把它当作是个运算来看嘛。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刚刚讲过说的 a 平方加 b 平方。那这种写法的话，加法，这是一个加法加法这一般我们叫做 infix， 中文把它换成叫中序法。那如果说我把运算 star 2写在前面有没有？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前序 prefix。哇哦，好，这个写在那这个东西你就暂时先往后看。如果说我把这个加法把它改成 star 2，就 A star 2B 有没有？这个的话就叫什么？叫中序。刚刚已经讲过是中序，有没有？那这个，那你说怎么那么啰嗦 ？Computer 看不懂 infix， 因为 Computer 它有一个叫编译器，它真的看不懂，那它就会把你转成什么？转成前序或后序。所以这个叫放在中间叫中序。如果把它放在后面，哇，怎么那么奇怪？这个真难看的写法，你看到有没有？这个就叫什么？这叫做
后续。哇，真啰嗦。一个叫 prefix， 一个叫 infix， 一个叫 postfix。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们呢，都是函数。那记得函数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就是一个函数。哇，这个好伤脑筋。这些今天就给你们那么多名词了没有？一个亮点注意啦，两个亮点注意啦，三个亮点注意啦，有没有？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它有蛮不少的亮点哦。好，那我再试着一个方法来看看因为我在试的这个方法效果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来看一看就好了就是说，今天讲这个东西，就是很多同学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就会不太容易接受，就是说，但是毕竟我们是要解决很多的那个实际问题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抽象东西。所以从我刚刚故意举的一个一个叫从社会，那我们人类所要解决都是一些社会问题嘛，你要经济发达啦，交通安全啦，那这都是社会问题。可是社会问题对我们 computer people 来讲的话，最后我们就是要 implement 成系统，所以它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学模型。所以我就刚刚从很简单的方法，从这个代数系统那跟社会把它关联在一起，然后又举出这个 Python 的这一个演算法出来给你们看。那主要目的就是说，希望你们呢了解说，最后我们要真正来迎接这一个量子电脑的时代的来临呢那我们要从这些知识好好的学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我也会持续把课程把它录好，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学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